人性法则，作者罗伯特·格林。我们将对本书进行详细的解析。在本视频结束时，你将会对如何使用人性法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知道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你可以拥有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我们将讨论为什么人们的大脑的某些部分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如何脱离你的情绪，如何与自恋者相处，我们需要避免的负面特征，如何看穿人背后的动机，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阴暗面。例如，别人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们自己却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都听过别人吵架，有时候听起来他们吵得很可笑，有时候听起来只是为了让对方不开心。但是无论听上去怎么样，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从他们所说的事情中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法则一：非理性法则，掌握你的情绪自我。人都以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你以为自己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你的情绪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你以为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真的是这样的吗？大多数时候，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的情绪对你生活的影响。情绪的变化是错误决定和消极想法的根源。让我们变得理性，可以降低情绪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大多数人以为自己是理性的，其实你错了。人天生都不是理性的，数百万年来，动物都依靠他们的本能在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了非常发达的程度。它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最古老的部分，是大脑的爬行动物部分，它自动控制和调节身体。大脑的这一部分是本能的来源。第二部分是古老的哺乳动物大脑和边缘大脑，我们的感觉和情绪在这里受到支配。第三部分是我们有了新皮层，大脑中控制认知和语言的部分。我们的理性存在于大脑的这边缘大脑和新皮层之间。为什么我们的情绪起源大脑边缘释放化学物质，以唤起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意识？问题是，当我们试图使用我们的新皮层将这些感觉和感受转化为文字时，对于这2个不同部分的大脑中，情绪和认知不容易翻译。似乎愤怒可能真的只是来源于嫉妒。虽然动物在短时间内感受到恐惧，但我们人类经常沉浸在恐惧中。我们思想里的恐惧比实际的恐惧要大得多。我们会感到长时间的焦虑，我们总是感受到某些情绪，而且总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理性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能够通过自我反思和努力降低情绪对自己的影响。不理性的人认识不到情绪对他们的思维中发挥的作用，经常做出轻率的决定。获取理性的方式并不复杂。第一步，认识并理解你的偏见。人最常见的情绪是对快乐的渴望和对痛苦的回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趋利避害。人类思想中的快乐原则是我们所有心理偏见的根源。确认偏见，人都会四处寻找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对任何不支持自己观点的事情视而不见。搜集能确认自己观点的证据就是确认偏见。信念偏见，或者叫信心偏见，无论对错，我们就是要找到各种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是信念偏见。我们这么积极的来捍卫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呢？我们甚至可能对这种信念的真实性有怀疑，但现在已经为自己挖了一个坑。你觉得有必要捍卫这个观点，并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外表偏见，我们看到的人都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是表象。是表象就会误导我们对他们的判断。大部分人都受光环效应的影响，看到某人身上的优点或者缺点，就会按照这个点展开我们的自我想象，这就是外观偏见。群体偏见，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和我们的想法相同时，我们会感到开心；被群体孤立或者忽视，我们就会感到沮丧。群体思维是群体给我们带来的归属感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群体的观点。责备偏见，我们自然的反应是责备别人。自己的错误让人太痛苦了，看着自己的失败会动摇我们的优越感，所以人都习惯把错误归咎于别人，这就是责备偏见。优越偏见，我们认为自己是讨人喜欢的、道德的、理性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我们都会拥有世界和平，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步，提防煽动因素。我们的情绪会经常的影响我们的思想，这里有一些因素会激起你的非理性出发点。童年时期的经历，童年时期是我们人生中最敏感、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段，是我们性格塑造的基调。瞬间的得失，突然的成功或得到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人有上瘾的吸引力。压力暴增，压力的突然增加会掀开人精心藏好的缺点，容易让人不知所措。我们性格的好恶，对外界事物的喜欢或讨厌，可以触发你的积极和消极的非理性思维。群体效应，当处在群体之中的时候，你可能会陷入集体情绪中，你可以在宗教或政治集会上看到这一点。激发理性自我的策略，如何让你变得更理性？首先，你得明白，人从根本上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二，想一下为什么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自己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三，遇到事情先不要迅速做出反应，思考一下，让自己情绪冷静一下，这样的结果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理性一点。四，不要试图改变别人。和他人的互动是我们情绪的主要来源。你看到不喜欢的事情或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想要说服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那注定你是要失败的。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和好恶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客观的去看待每个人，接受每个人的不同。不能说自己喜欢吃辣椒，别人也应该喜欢吃辣椒。法则二，自恋法则，将自恋转化为同理心。人都是自恋的，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为了得到他人的关注，我们几乎会做任何事情来引起外界的注意，包括犯罪、自杀和恶作剧。你自以为是的情绪反应很强烈，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报复心理很强，如果你和人聊天，你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说明你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外向自恋者，你脸上的表情显露出不耐烦或者很冷漠，直到聊天中心再次回到自己身上。你偶尔还会表现出极度的自信，这有助于获得周围人的关注，而且还可以掩盖自己的内心脆弱，填补内心的空虚。内向自恋者的关注是生存。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自恋者，大多数人都不是你的关注对象。同理心的效果恰恰相反，有同理心的人并不总是在寻求关注，而且能够把注意力转向外，听别人说什么，而不是不断地寻求外界的关注。一个健康的自恋者在自我吸收的光谱中，光谱的顶端就是同理心，他可以考虑别人的观点并理解他们。一个健康的自恋者可以考虑别人的观点和感受，这样就会慢慢地积累很多牢固可靠的圈子。有4种主要的方法可以建立你的同理心技巧。拥有同理心的态度，不要以为自己对他人真的很了解，你遇到的每个人就像一个未发掘的新大陆。发自肺腑的同理心，人类很难弄清楚别人的想法，但感受和情绪更容易阅读。注意他人的肢体语言和语气。分析后的同理心，正如林肯曾经说的那样，那个人我不喜欢，看来我得多了解他一点。不要把自己和那些曾经与自己有过摩擦或者观点冲突的人隔绝开来。同理心技巧，变得善解人意是一个过程。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人，你需要他人的反馈。你可以通过简单的询问对方的想法和感受，看看你的假设是否正确。同理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种心态，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和人相处的方式。自恋型人格的类型，
控制型的自恋者，这种类型的自恋者通常比普通的深度自恋者更具有野心，更有活力，也更容易有不安全感。控制型自恋者对他人的批评非常敏感，但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你需要格外小心，因为他们可以很好的模仿同理心，他们不会和人产生任何实际的交集，而是想要控制别人，操纵别人。表演型自恋者是伪装大师，他们可以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他们会比任何人都善于打造自己公正无私的形象，他们也会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并获得他人的关注。健康的自恋者，健康的自恋者是优秀的情绪阅读者，可以接受到肢体语言和语言语气变化背后的信息。健康的自恋者具有高度自信心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法则3：角色扮演法则。如何看穿他人的面具？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戴着面具来面对世界，把伪装的一面展现给世界。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圈图片往往不是自己的真实生活。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面具有很多蛛丝马迹，泄露了人们的真实感受。这些蛛丝马迹可以通过非语言线索观察到，如面部表情、声音的转折、身体的紧张和人紧张时候的本能反应，这些都是无意识的。我们可以更好地阅读面具下面某人的真实感受。人就像月亮，但是它只向你展现他们的其中一面。叔本华。如果你想以最佳的方式展现自己，并成为看人的高手，请记住这3个技能。观察技巧：1. 当你与某人聊天时，注意力放在对方的微表情上，这是瞬间的表情，例如勉强的微笑，语气和肢体语言的变化会给出的混合信号。2. 了解某人的正常情况下或特殊情况下的行为表现，然后将其与他们在压力或兴奋条件下的操作进行比较。3. 花一些时间去观察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的表现，做笔记并观察自己。记住，我们之前谈到面具上的蛛丝马迹，那些微表情的闪过，我们可以尝试防止这些蛛丝马迹泄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但那是徒劳的，因为微表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无意识的和无法控制的。解码的关键，为了看穿别人的面具，你需要掌握解码的关键。1. 喜欢或者不喜欢。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你，就像一个瞪眼，脸上肌肉的一紧，眉毛的一蹙，当你们聊天时，脚会远离你，手臂折叠和身体过度紧张都是线索。如果有人夸你，但他的眼睛没有亮起来，这可能就是对方隐藏的嫉妒心理。学会区分假笑和真笑。真笑眼睛周围的肌肉都是会放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眼角鱼尾纹的出现，脸颊向上提，眼睛周围没有改变的就不是真笑。2. 支配和臣服。觉得占主导地位的人倾向于在聊天中说更多的话，并经常打断别人说话。随便找一个情侣来观察，不难看出谁比较强势。你去和他们说说话，你会发现强势的伴侣会看你，而不看自己的另一半，甚至伴侣插话他也爱答不理的。3. 欺骗。因为欺骗表示着人们试图隐藏一些事情，最明显也最常见的迹象就是有人过度热情，人变得更加健谈，肢体语言也更加夸张。如果你认为有人在试图欺骗你，你让他们尽可能的多说话，当时机成熟时，你再丢出尖锐的问题和评语，让他们措手不及。再看他们这个时候散发出来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印象管理。为了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最佳的表现，你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注意你的非语言线索，比如用肢体语言和眼神给人以真诚的微笑，并使用热情的肢体语言，给人留下正面的第一印象。有选择地让自己缺席，并营造出一种神秘感，让你的行为不可预测，并投射出真诚、热情等品质。法则4：判断人格强度，强迫行为法则。
人的性格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与人的环境和生活习惯相关。你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处理逆向的表现和他人合作的能力、耐心和学习的能力，来判断一个人的人格强度。性格就是命运，赫拉克利特。性格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它的意思是一种雕刻或咒印的工具。所谓性格，就是一种深刻印在我们内心，迫使我们以特定的行为方式的东西。要摆脱自己原本的性格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学着去让特定的负面模式减少。你需要了解自己的性格，然后在选择与之合作的伴侣或亲密伙伴时，学会重视性格高于一切。性格应放在智商之上，行为是人性格的主要指标。坚强的性格会乐于接触新的观点、新的做法，但不会因此牺牲掉他们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性格软弱的人很容易不知所措，遇事喜欢逃避，不喜欢学习，因为需要向他人学习相当于被他人批评。人的性格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他们的行为。负面的性格类型，你需要学着识别有负面性格类型的人，然后避开有这些特征的人。超级完美主义者，一个看似敬业但无法信任他人的人，并且必须控制所有情况的人。换句话说，控制狂，无可救药的叛逆者，讨厌权威和不信任任何当权者的人，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并且行为往往比较幼稚。个性化者，这种人非常敏感和心思缜密，他们的敏感是朝内而不朝外的单向形式。他们觉得别人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冲着自己来的，因为他们会试图让你对你所说的或做过的事情感到内疚。表演型性格的人，他们的嘴里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们觉得自己真实的活过。你会听到他们越来越多的他们与人唇枪舌战的故事。他们总是设法将自己定位在受害者。吹牛的人总是在谈论一个让人羡慕的计划，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完成他们已经开始的任何事情。他们不可避免地浪费你的时间。王子病或公主病者，是从小被父母溺爱的人，无论有什么要求，父母都会不辞辛劳地满足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行为就会像个孩子一样闹情绪或者发脾气。马屁精，他们可能会是你见过最客气、最善解人意的人。他们说起谎话非常老练，包括在自己的父母面前也是谎话连篇。道德主义者，这种人张嘴闭嘴都是世界充满了不正义，他们看起来很有正义感，事实上他们心里偷偷地向往着被他们骂个不停的人或者事物。法则5，贪婪法则，成为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人类的天性就是不会轻易满足于现状，总是想着拥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不会因为拥有了想要的东西或者满足了某个愿望而不再产生欲望。相反的，一个欲望的满足是另一个新的欲望的开始。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于现状，这被称之为邻家草更绿效应。当代很多人将脆弱和直率视为坦率和真诚，很多人都觉得别人应该无条件的喜欢自己、爱自己，所以他们尽情的做自己，各种好恶都任意的表现出来，还美其名曰自己活得真诚。人们真正想要的是激发他们的幻想，如果你变得太熟悉了，就没有神秘感，也没有想象的空间，人们对你也就失去了兴趣。不要被廉价的道德感绑架，不要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诚实坦白。这里有3种刺激欲望的策略：知道什么时候有所保留，对事情的看法、品味、价值观都要保持一些神秘感，给人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让他们去想象，塑造你很受欢迎的形象。人类的欲望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想要的东西也往往反映了其他人想要的东西。多个小孩子在玩玩具，说不玩的他们都不玩，说玩的玩具小朋友都会争着玩。
给人的印象是别人想要的东西，感觉总是价值高那么一点。你要学着去利用这一点，设法创造出一种形象，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作品很抢手。善用诱导，将自己或自己的作品和有那么一点放荡不羁、颠覆传统、不按规矩办事的人或者事物有一点联系。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偷窥，想偷看别人的私生活，是对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是社会规则的禁忌。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很好奇一个大大的后门后面是什么情形。总之，只要你提供的信息与外面那些沉默乏味的东西有足够的反差，你就能够创造出别人想一探究竟的渴望。记住，一样东西真的到手了，伴随而来的就是一种失落感。欲望才能使人创造源源不绝的动力。先让自己的欲望平静下来，不要被其他人在追逐的东西或试图影响你的东西分心，这样你才能用这些东西去改变自己，改变能改变的东西。法则6，短视法则，抬高你的视角。人类对他们当下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印象最深。当你站在山脚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事物，但当你慢慢的往上爬，能俯视的面积就会越来越大。当你站在山顶时，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全景，比你站在山脚下时更能理解景物的全貌。被困在当下的人就是站在山脚下的人，对当前事情做出反应的人最容易受到操纵和其他诱惑的影响。具有更高视角的你将有耐心和清晰地达到几乎任何目的，而不是对眼前的一切做出回应。你需要训练你的着实远见和更大的理想。你需要训练与自己当下的激动情绪拉开间隙，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兴奋或恐惧等情绪冷静下来，专注自己想达到的长期目标，并以此来理清我们当下行为的先后顺序。可以的话，尽量避免与狭隘的人过多接触。这些人就像站在山脚下的人，没有任何远见。这些人长时间处在一触即发的情绪状况之下。你需要知道并克服的4种短视迹象。1. 意料之外的结果。生活很复杂，你天真的以为 A 会导致 B， 然后 B 会导致 C， 然后就一路下去。这当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存在，参与其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和情绪反应。要判断这些人的反应和动机是很困难的，但只要你去关注行为的后果，你最起码能避开比较明显会产生的后果。思考一下，你每天在短视频平台上消耗的时间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花了大把时间，带来了很多焦虑。如果你能控制自己少看一点，那么你的焦虑肯定也就会少一点。2. 战术上的灾难。当你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与人争论只是为了自尊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忘了你的长期目标和方向。现在应该提醒自己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应该对哪些事情在意，然后将你的时间和精力从无用的争论中集中起来，转向你的长期目标。赢得争论或者保护你的自我是否有助于你实现这些目标？很可能不是。3. 盲目跟风。你是否对当下的潮流不加思索地加入其中？我们都沉迷于连续的新闻和社交平台的更新，并影响自己的情绪。你需要理清自己的长期目标是什么，还有达成目标的途径是什么。你需要培养出耐心，避免人云亦云地投入其中。4. 迷失在琐事当中。如今很容易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你很有可能在注意一些看似很重要的细节，然后把会摧毁你的信息给忽略掉。提醒自己，你需要的是根据长期目标与事情的重要性剔除一些非必要的细节。明智的做法是委派并让下属为你完成其余的信息收集工作。你可以掌舵，但你不需要在甲板上操纵木浆。成为一个有远见的人，抬高你的视角，平复你现在的情绪，让自己站在山的更高点，可以拓宽你的视野，看到你现在所做的决定未来会产生后果。法则7，防御法则。肯定别人的看法，软化别人的反抗。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独立的，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人们都对自己有一定的自我认知，他们愿意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战。人们的自我认知有3个特点： 1. 我是独立自主的，并且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办事；
即使我们受到了某种操纵或压力影响，我们会催眠自己，让自己相信我们是自己决定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被胁迫，我们倾向于反抗。2. 我有独特的聪明才智。没有人对他们可能容易上当受骗或智力低于标准的想法感到舒服。3. 我是个善良正直的人。我们都倾向于相信自己是个好人。通过理解上面的3种自我评价来理解他们生命中的各种困境和委屈，你就会更好地去影响他们。永远不要把他人治愈会引发他们自我反思的防御境地。你可以用这5种策略来有效地说服他们，避免触发他们对3种普遍自我观点的防御情绪。1. 把自己变成一个专心的倾听者。和人交流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通常是分散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比正在与之交流的人更感兴趣。通常的建议是少说话多听是多余的，除非有某种动机去真正的倾听。对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个充满惊奇的陌生国度，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在他们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中寻找线索，注意看他们会因为什么话题而眼睛为之一亮，然后你就得引导他们的话题往那个方向前进。他们说的越多，你就越能对他们的欲望和不安全感有所掌握。2. 用适当的情绪感染人。人很容易受到周围人情绪的影响，如果你放松和热情，他们会感到放松并开朗起来，他们感觉到这一点也反映出你的好心情。简单的肢体接触可以建立融洽的关系，切记，对人的预期会透过非语言的信息沟通出去。3. 确认对方的自我评价。使用自我认知的3个特点：自认为独立自主。如果你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操纵了，让他们选择配合你，也就是你要让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你越能创造出这种印象，你就越能影响他们。当你和他们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可以去理解他们的观点，然后认同他们的观点。4. 舒缓对方的不安全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安全感，只是每个人的不安全感来源不一样，有的人在意自己的长相，有的人在意自己财富的多少等等。当你确认了对方的弱点之后，就要避开对方的这些弱点，然后去肯定和赞赏对方担心他们不够好的地方。5. 善加利用别人的抗拒和固执。人大多数都不喜欢做别人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因为人都喜欢按照自己而非他人的意志做事。所以你如果热切地认同他们的固执，认同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反而觉得我才不要听你的建议呢。由于他们可能会再叛逆一次，故意给你唱反调来彰显他们的自我意识，然而他们正中你的下怀，这就是逆向心理学的精髓。总的来说，对话的精髓就是凸显别人的聪明才智，让别人成为话题的中心，让别人志得意满地离开，他们也会在无意之间喜欢上你。大多数人追求的都不是被人指手画脚，也不是被人愚弄，而是被人夸赞和鼓掌叫好。自我检讨。谈到你对自我的评价，试着拉出一点仿佛事不关己的距离，让自己像灵魂出窍一样看到自己的存在，认清自己并不如想象般的自主。人确实都会有从众心理，都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有了这些认知，你就不会总觉得自己需要外人的肯定。法则8，自我破坏法则。改变你的心境，改变你的处境。你不仅要意识到你态度的作用，还要相信它可以改变你的大致环境。你怎么看待和解读周围的人和事物，这就是你的态度。如果你害怕失败，你就不会尝试去做任何让自己失败的事情。态度分为2类，消极负面的态度和积极正面的态度。消极和狭隘的人通常是悲观的预期坏事的发生，因为他们的预期，他们对周围的事物和人有更强烈的控制欲。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的人会想要不断地尝试新鲜事物，并对周围环境持开放态度。生活中你认为不顺心的事情，首先需要改变你的态度。这里有5种消极态度需要你征服。1. 敌对态度。怀抱敌意的人总是故意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激发出别人对自己的敌意。如果你注意到了自己有这种态度，那是好事，因为注意到问题的所在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你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实验，接近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并在心中不断地想着正面的念头，
我喜欢他们，他们看起来很聪明等等，你就会发现自己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敌意了。所以很显然，任何敌意反应的来源都是你自己。2. 焦虑态度。焦虑态度的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他们喜欢对事无巨细的控制。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倾向，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如果你正在与这种态度的人打交道，不要让他们的焦虑感染你，保持冷静，这样就会很好的抚慰他们。3. 回避态度。这类人通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智商，通常是以自卑的不安全感看待世界的事物和人。有这种态度的人，他们逃避责任和挑战，因为他们害怕失败和害怕遭到批评。要谨慎地和这类人来往。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有可能有这种态度，你可以找一个小目标来减少这种恐惧，并确保有始有终的完成。4. 抑郁态度。这种态度带有一种不值得感，这类人往往藏着想伤害人的心理需求，他们会有意无意地鼓励他人的背叛和批评，以此来喂养他们的抑郁情绪。有一点成就的时候，就会扯自己的后腿，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成功。他们很容易在工作上发展出瓶颈，或者听到批评就觉得别人是要让自己放弃这一行。抑郁型的人也常能吸引人，因为他们的敏感天性会刺激别人想要帮助他们，但这通常会导致别人也抑郁。永远不要用人生的大道理去试图让抑郁的人振作或开心起来，最好的做法是顺着他们抑郁的世界观去走，然后潜移默化地把他们带入正面积极的情绪中。当你发现自己处于抑郁状态时，最好的办法是把你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特别是艺术类的工作上更好，弹吉他、画画、弹钢琴之类。5. 怨恨的态度。这类人眼里的一切都跟自己有关，若有人拥有的比他们多，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就会莫名的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挑衅。一感受到不被尊重或批评，他们不会爆发怒火，他们多半会小心翼翼，会希望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有这种态度的人会怀恨在心，到了某个点上，他们会用精心设计的套路去主动伤害别人，或者被动的不配合。如果有可能的话，避免和有这种态度的人来往过多。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种倾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学着放下，宁可当下爆发，也不要在内心存放和酝酿这种情绪。要试着培养我们的积极态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扩展自己的知识和眼界。与人相处的时候要宽容大度，你会看到自己态度与行为在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你会开始适应环境而不是抱怨环境，你会接受并拥抱不确定性和无法预知的未来，把这些都看成是宝贵的东西。这样一来，你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旺盛。法则9，退化法则。面对你的阴暗面。通常情况下，人并不是他们看起来的样子，我们都有阴暗的一面，当中存在着不安全感和攻击性，存在着小心压抑而不被外人知道的自私。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将此称为阴影。阴影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当在不安全感或压力下，可以通过我们的情绪发泄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阴影的展现率也会变多。常见的阴影释放信号：矛盾行为。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人，被人看到在做一件非常没有原则的事情，情绪爆发。一个人突然失去了平日的冷静，强烈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怨恨，强烈否认。我们激动表达出来的东西，往往与内心的想法相反。听到有人否认什么事情，你反着听就对了。意外的行为。当人喝醉酒之后行为异常的时候，10有8九都是在借酒装疯，他们只是借酒来释放自己的情绪。过度理想化。很多时候人们会把没有节制的行为解读为单纯的热情过度，例如2战之前的纳粹和某个狂热的宗教行为等等。我们看一下其中常见的夸张表现。硬汉，他们表现出粗犷的令人生畏的一面，去掩饰心中的胆怯和脆弱的一面。这种人普遍是玻璃心和脸皮薄。圣人，他们是善良和纯洁的表率，但一旦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就会开始容不下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要辨别出他们，不要管他们口中说的话和头顶的光环，要看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细节。以退为进的万人迷，
在最初见面的时候会异常的热情，他们总是在人的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搞破坏。狂热分子，你会对他们的狂热印象深刻，但是你要看他们会不会兑现承诺。刚愎自用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很害怕和不理性的人接触，他们会用自己的知识欺负他们认为不如自己的人。势利小人，这类人非常需要自己与众不同，借此来获得他们的优越感。极端的创业者，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特别注重细节，他们无法倾听别人的意见，也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助。他们外在的独立自主是为了掩盖他们需要人照顾的欲望，把阴影和光明整合在一起，把无意识和意识整理在一块，我们就可以控制和疏导整合好自己的阴影，你将更有魅力和创造力。你可以按照下面步骤让自己达到这种境界。1. 看到阴影，仔细想一想是什么造就了你的敏感和不安全感，是什么导致了你的阴影的出现，你想隐藏什么。2. 拥抱阴影，不要压抑和忽视你的阴影，它是你人格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3. 探索阴影，探索你的黑暗冲动和动物性。如果你的阴影在梦中或者无意识中出现，想办法让它表达出来，或者用某种方法展现出来，例如写日记，将它化为文字。4. 显露阴影，显露阴影就是流露出捍卫自己界限的动物性。如果你遇到阻碍，多尊重一下自己的意见，少一点被别人意见所迷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习惯，不要动不动就妥协，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要知道，人不可能都不得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最后，不要害怕有时冒犯甚至伤害那些对你有恶意的人，适当的展现你的阴影，你越压抑它就越黑暗。